来，今天咱们来玩一款变形难度非常高的玩具，太趣出品的乾坤指周军鸟。不过这两个字我一开始总觉得像啃鸭来着。跟之前的逍遥一样，会带一个这样可以翻折的地台，对于玩具的支撑稳定性都相当不错。而且支架后方这里有一个旋转齿轮关节，可以展现出来飞机侧飞时候的机腹部造型。哇，这个还是非常帅的。可以看到这一回的支架是偏向军模那个样子，掐在尾部后半段的，也是能明显的感觉出来，就是为了炫耀这个漂亮的底盘呀！哇，能把飞机底盘做到这么的纤薄，还能把零件收纳的这么的干净，炫技啊！摆明了这就是炫技来的。但是让它炫。一款可变形的飞机玩具能把底盘收纳的这么干净利落，而且还原度做到这么高，这不值得炫耀吗？支架跟之前的逍遥一样，可以从这里抠开卡扣，反折过来，翻折出这些导弹的收纳，还能通过插扣把它全部固定在机翼下方。不仅如此，看机身中部这里还有可以挂弹的插孔，机腹尾部这里合金的减速钩，引擎里边刻画的涡轮细节，彩虹镀膜的驾驶舱，打开，里边是双座位的刻画，而且这里边还是涉及到变形结构的。机头侧面这里后边有一个方便你抠起来的地方，可以拉出一根金属的加油管，包括侧面这里的一些小细节刻画、涂装一印、铆钉点儿，哇，非常的细致。而且模具精度是很高的，如果变形到位的话，看这块平平的，不会有任何的错落的参差阶梯。尾部引擎这个地方有金漆的涂装，这一块比较难抠啊，需要用小工具撬一下。扰流板内部有一个真实活动的金属液压杆，内侧还做了分色的涂装。垂直尾翼后方的这一块分流板，方向舵可以左右旋转。前起落架板子抠开，里边都是合金的起落架，抠出来。这里边其实也是有一个液压的活动轴，而且板子内侧涂装细节，起落架的细节刻画做得非常不错，轮子这里也是可以真实滚动的。后方的起落架需要打开这两片盖子。不过后起落架翻出的时候还是需要借助工具的。现在样板阶段可能那个把玩神器还没有做完啊，等大货的时候会带太趣自家的那款把玩神器，就好往出抠了。包括起落架的后轮这里也是橡胶的轮胎，可以滚动。所以这款歼16你就算不变形，它开箱应该是飞机装箱的啊，你就这样放在支架上边，往你的柜子里边一摆，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飞机模型。哇，还原度细节方面做的真的是太棒了！紫光灯照射下，身上很多的细节荧光涂装都是非常精致的。翅膀和垂直尾翼上，紫光灯照射下都能看到隐藏的81标和 logo。太趣这家公司做飞机我们是见识过的啊，虽然说变形都很复杂，但是在机型的还原度方面，这个绝对是没啥太大问题的。歼16的这一款，我觉得比上一款的逍遥做的会更好一些。毕竟是拿到了军工的正版授权，而且翻回来再说，这才像是正版应该有的素质嘛。这个真是真棒！然后咱们准备进入这一款地狱级难度的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我们翻到飞机的底盘来，打开这根合金的起降钩，侧面这里有两个小的三角区域，我们把它抠起来。然后下方这里的这个三角形再往起抠，在抠的时候就注意了，根部这里是有两个小插扣插在小臂上的。翻到机背来，第一步解锁正中心的这一块锁子零件，先把机身啊来回的拧一拧，晃一晃，哎，它自己就翘起边了。然后呢，往出拔的时候，这里边有两个倒钩锁在这个位置，压着中间这里往下按一下，好。解锁开，注意这两个小挂钩的位置，翻起来，中间的这一块造型零件旋转180度，搁在这儿备用。然后左右侧面这两块根部这里有两个挂钩，
锁在了这两块银色零件下方，也是反着勾的，所以这块拆起来还挺困难。我们先脱开下方的这两块零件，后边的引擎这块银色的盖板已经跟着翘起来了，我们把它先拉开，腾出来一点点空间，错开这个缝隙。好，现在看到在这个夹角处，下方这里的两个钩子，按一下，按下去，把它拖拽，拉开，顺着这里顶出来。这两个钩子第一次会不太好拖，注意一下受力的方向。好在料子的韧性都很不错的。然后注意看中间这个位置有一块燕尾锁，这是主要的固定点。先把这块燕尾锁转一转，脱开，然后侧面这里的卡扣打开，两边都解锁，中间夹着的这一根武器一体变形收纳，然后这一条中间的根部有多段的旋转关节，我们先往内折一点点，腾出来空间，接着往起旋转，边旋转边往外拧，在这个地方有多段的转轴，拧巴一下把它拉出来。可以看到根部的这个转轴非常多段的关节，它是这样拧着过来的。好，打出来，我们把它抬上去。继续拆解，拉开尾部下方这里有两个长长的锁扣，把这里拉松，调转方向到底盘，捏着这两边，把中间咬着的扣子给它撅开。这两边的钩子勾得非常紧，第一次变形的时候要稍微的用点力，把这里拉松，然后继续拆机翼侧面这里，捏着这个角往起翘一翘，打松。拉开了这个缝隙以后，手指垫在这里边。捏着这儿再拔，在根部这里有一个小方插槽，把这个扣子掰松，打开，继续翻到底盘来。我们把双腿这个时候稍微的拉开，把中间这一条提起来，哎，裆部的前裙甲继续往出拉，然后腿部里边的关节往开折，齿轮关节往下撇一点，好。再撇，通过这里边的一个双段关节，现在已经把飞机拆成了上下两层。到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把两条腿全部解放出来了。先把腿变出来吧。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一条从侧面这里拉出来，往外撇一撇，根部这里的深灰色零件提起来。侧面这里呢，又出来一个板子，把原先的空洞给它盖上，然后顺着侧面这里的这一片装甲，我们把它稍微的让一下，打过来，顺着这个关节向下旋转，腾出来空间，我们把这个零件让出来，然后把这一片零件往下先折一点角度，接着向外旋转，拿起来看，这个时候腿部中间这里会出现一个框子。把它 Z 字折叠缩进去，缩进去以后，这里边是有卡扣的，捏到底，把它锁死。前方引擎盖下方的这片板子，我们把它拉开，打开以后，前方这里又翻起一个片儿，把这一块的引擎涡轮的地方盖上，根部有一个锁钩，把这里锁上，往后折一点点，这里要炸开一点缝隙。此时腿肚子的后方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合金的零件，我们把它撬出来，挺紧的，180度反折上去，这里会出现一个缺口，我们来活动胯部的这个双段关节，扭正了，把这个缺口对上，插进去，继续往下变形。看小腿的部分，把这个小零件我们先竖起来，然后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我们现在需要把中间的这块锁着的零件翘起来这个边儿，然后在这个位置中间还有一片零件，也要把它翘起来，双关节把它拉松。这么做的目的呢，拉松它以后啊，后边这个引擎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空间，可以稍微的扭一点点，翻个个儿。这一片零件在脱出的时候，这里边有维度的锁，
在引擎侧面这里有一个竖着的插扣，这个位置还有一个横着的插扣，所以你是不太容易把它翻折出来的。变形的时候需要顶在这里边，看一下手指的用力方向，然后这一块的引擎往后掰，往后拖，哎，这个时候掰开就可以看到这里边的一个插点位置了，哎，这个时候就很好出来了。接着再换一个方向，我们先把脚丫子做出来，侧面这里的板子下方有连接的插扣，打开，根部都是合金的零件，旋转90度，先放下来，然后把这一块挪一挪，转一转，因为脚背这里还有一个银色的零件啊，这块盖子得挪开，然后往出拔，它不是直接往起立，需要先抽拉出来，这一块抽拉呢会很困难。所以还是得借助工具吧，可以先把脚尖挪出来，先翻起来，然后再拧个180度，锁过来。背面这里会有2个锁扣，我们先把这里钉上，然后把这一根连接杆旋转180度，脚尖这里的造型先放好。通过脚底来看，这里有一个滑动的槽，我们顶着点它，把它推出去。推到头以后，这块板子就折起来了。折起来之后，我们再继续旋转角度，哎，拧过来，放好。双关节把这一块板子再锁上，这里边有扣子，把它锁定好。在中间的位置还有一个深灰色的方槽，我们把它翘起来，锁在后面的窟窿里，把这个脚顶住。现在这只脚才算变形到位，然后我们根据根部的这个齿轮关节还挺硬的，把它缩短。好，感觉这个小腿还是很空的，都是一个框架，但是插起来还算结实。这块板子现在可以回归了，我们把这个零件翻起来，侧面这里的这个边缘打开，往内翻折180度。再把这个小三角区折进去，外侧这里有一个转轴，我们先拉出来，打横。刚才我们从大腿上拆下来的这一片零件，挪开，折到根部，放进去，然后这里90度折一下。这个框架的边缘呢，锁在侧面这里的一个方孔里，然后后边的这一块再 Z 字折叠。贴上去，外边的这一圈带子呢，再锁过来，整个的转一圈绕，最后填在侧面的这个半圆洞里，把它锁上。哎，上方这里，刚才我们折出来的地方，这个双关节又开了。最后上方这里拉出这个合金的轴，把这个联动的杆子插销锁进去。这一回膝盖这里液压和膝盖夹就可以跟着联动了。当然我看有人问这一款能不能变成 G 形态啊，我用实际行动告诉你们，基本上不行，因为它的变形结构和理论上我们认为的 VF 那种 G 形态是不一样的，它的双腿现在是没有任何锁定位置的，所以支撑的稳定性不是很好，后边这一块也是处于解体状态的，所以基本上固定不住。而变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记得把脚侧面的尾翼往后折叠90度。那双腿现在我们就处理完成了，来看整个飞机的上半身变形。双腿变形完成，我个人建议就开始解锁机头吧，先把身体的部分变出来，最后去变胳膊的位置，这个样子才会腾出来更多的空间。机头变形第一步，把驾驶舱盖子打开，然后从这一块稍微的顶一下，整个把后边的这一块装甲拉起来，接着翻到底盘来，打开前起落架，顺着后边这里整个的揪起来。它左右这里是有小扣子的，拨松，前方这里左右挂着的边儿也拨松，把这一根整个的拉开延展。从侧面这里看，其实跟之前的逍遥的变形逻辑很像啊。我们要从这里钻一下，再把这一块折叠，一个 Z 字的大压缩，
把起落架从这里掏过来，盖子堵起来。侧面这里会有2个小的挂钩扣子，把这块板子锁定上，旋转过来插住，然后打开中间这块面板下方的挂扣，这里也是个燕尾锁，打松，先向外撇，拉开，顺着机头的缝隙拆开这里边所有的卡扣，然后发现这根部有多段的连接杆，哎，难点就来了。我们要把这个连接杆先拉起来，顺着这个开口的球让开轴的位置，然后往后拉。根部这里的合金杆子尽量腾开空间，往后挪它。挪到一定位置的时候啊，左右打开中间球形关节2根连杆的位置。打开之后，合金的框架继续往后推，推到底为止。接着把这2个转轴继续往后翻折，挪成这样。机头的位置打开，手指垫在下方这里，顶着面部，把头雕顺着这个小插扣顶出来。前方的座位先往后翻，然后这里边仪表盘的位置，这个工字口捅一下，往下折叠，折到这边来。左右有2个合金的零件，打开。打开之后，把这一根中间的锁钩位置翻到底，记得一定要翻到最下边。这个时候再往上贴这2块合金零件，让这个边缘锁住，它就不会往回折了。侧面这里的2个盖板旋转180度，刚刚好又有一个小扣子跟合金零件结合。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前方这一块机头90度往下旋转。现在合并机头，注意根部这一块的合金零件的转轴位置，把它拧过来。然后机鼻尖的地方往里压一下 ，Z 字折叠，我们把它贴过来，往里压 ，Z 字折叠贴。需要注意的是，现在我们看 Z 字连接根部这里有一个小方，我们要把这2个方块塞到这个凹孔里去，填到这儿。机头的2个中间的扣子夹合在一起，这里边相对来说比较难调整啊，稍微的让一下位置，结合，把它夹住。根部这里还是有多段的关节的，可以方便调整，但是现在不要夹合到太靠里，我们需要稍微的打开一些，先不把它锁定到最后的位置啊。来把脑袋的这一块座位抬起来。前方的这个座位靠背往下压，上边的这2个半圆转一圈，变成了后脑勺，一个 Z 字的大折叠往后缩，结合成后脑勺。哇，一个脑袋都拆了这么多的零件去变形。好，这个时候侧面这里打开，这样看啊，这一侧。它是单向的锁扣，拆开这一块的扣子，但是这个夹角不要折到太底，因为这个边缘这里很容易刮损到。我们折到差不多的时候就开始往前旋转，整个的转过来，转到底之后，这个角再往里压，把它压过来，这一块再往后折叠。另外的一侧把机头稍微抬起来，里边这里会多带着一个胸部的装饰零件，也是先撇开一点点角度，撇一点就行啊，别太厉害了。然后把它翻折卷，里边的装饰零件全部卷开，然后往上旋转，转到底，这一块翻折过来。注意在边缘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夹板，180度折叠，收下去它。好，撇过来的同时，这个角要往后压。现在呢，再打开这个扣子的边缘，拉出来这个圈儿，我们要把这个圈儿套在机头上，
这是它最后的一个装饰造型。哎，这块小的夹板记得折回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先结合头部、脖子的位置，不然这里边会干涉到。我们推着后边的这一块零件，把头整个的抬起来，继续往高抬。抬出来之后，在脖子下方这里有一个转轴，使用工具啊，这里就要用到工具了。翻起来这一块盖板，这边的这块板子我们先转开吧，看一下，根部的插轴在这儿，要把这块盖子翻起来之后锁在这上面。脖子回归，落下来对准，锁上。哎，这个时候你再去锁前面这一块装饰层。先把这一片归位，翻过来，哎，好，张开这一片，把这里边带着圈的造型让进去，全钻过来之后，把这一块的夹角以刚才那样拼合的方式把它夹住，这个圈再钻过来，闭环套上去，哈哈哈哈，这一块就结合好。刚才我们掰出来的中间的这个轴啊，再插回它原先中间的洞里边。好，侧面来看，刚才我们翻折已经叠好的起落架位置，整个捅进去，捅到头。这块结合好之后，这里会露出来一个起落架轮子的边缘，用这块金银色的装饰零件把它扣在起落架上，结合锁上。这个位置变形需要注意的是，最后一定要检查起落架最后有没有扣在银色零件的这个转轴上。如果这里你发现够不到的话，绝对是上方这里有一些零件没有变到位。而现在这个是最后完成的样式。脑袋这里最后拨起来，天线下方的小扣子旋转，旋转到一定位置，这里边会有一个小的燕尾锁，把扣子插上去。机头位置、身躯的部分我们已经清理完成，然后胳膊的位置，哎，难的来了啊！把这一块整个的抬起来，往外打，这里边锁着的钩子，然后整体往下拉。注意在下拉的时候拖出来这一块的零件掏过来，整体的往上放。从这面再看一下，往出掏，先打开这块的扣子，把这白点拖出，下方这里的梯形咬扣再打开，然后旋转180度翻上来，哇！挪出到这一步，为了避免下方甩来甩去的，我们就把胯部这里先拼起来，胯关节往前折，然后把这里对上，接着裆部的这一片装饰零件旋转个180度，整体的拉上来，这里的挂钩锁上，再往下翻折。裆部的这一块裙甲，根据下方的液压拉伸，左右这两个小角折开。背后这里，刚才我们一开始翻起的这两根腰带，往上旋转，再往前翻，这里侧面的扣子锁上，这一块再往回旋转锁上，翻起来这一块的小挂钩位置。再来看一遍这边，其实就是一个 Z 字折叠，转上来锁起来，再把这一块的挂钩提上来锁上。这两个零件往上翻，左右打开，根据这里的挂钩折过去，把这里再挂上，给它的腰带填满，挂上。侧面这里现在相当于一个腰刀了，我们要把它对折一下，双关节挪过来，然后根部这里又有两段旋转的关节，往外折一圈，再往上折一个90度，对准这个凹槽，插上。这个时候机头就可以往下翻折90度，先不要锁啊，先折开后边的这一片，挪开空间，旋转180度，往下翻。这里有两个夹扣，侧面的两个洞，翻到底，嘎巴一声锁定，就锁上去了，并且驾驶舱根部有一个扣子，也会跟这里锁定起来，就固定住了。最后我们终于要来处理这个翅膀了。胳膊的变形难度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啊。首先注意这个边缘有一个小棍子，我们把它立起来，然后开始拆引擎，根部这里有一个小插扣，打开。
这一块又是一个倒钩的扣子，不要使蛮力这样拔，根部的这个三角区域往下压，压下去以后这一块就抬起来了。哎，这个时候钩子其实就已经脱开了，我们把它掰开，在侧面这里有一个锁着的片儿，我们把它翻开，上方的这一块面板就可以把它翘起来，拉到外侧来，记得一定要拉到最外侧，然后把它翻转180度，把这个手臂的小泡翻折出来。这个时候，胳膊这里两段齿轮关节，把它打平，顺着里面抠出手掌，旋转180度。接着顺着根部这里的双段关节合金零件往起拉 ，Z 字折叠把它提起来，然后180度转到这面来。现在是提起的状态，再锁这个扣子。在变成飞机的时候呢，这个合金零件是要打平的，锁里边的这个扣子，等于换了一个档位，把它结合锁上。外边的这个银色片呢，我们转一转，根据根部的球形关节拧一下，拧过来以后，看到轴的位置有一个缺口，把这一片有一个小扣子跟它锁上，压成平的，再通过根部的关节翻折过来。这里边的扣子填住，堵在这个窟窿上。这条手臂我们就解放开了，手指头掰出来，然后看这里有2个维度的插扣，后边在这儿，这个位置，侧面这里在这儿，划开，把这2个扣子卸开它，整个的拉出来，然后整个的胳膊往后放，拧到后面去。垂直尾翼180度翻折到内侧，这里边的2个燕尾锁打开，顺着根部的轴旋转，打成横着的，再往内折，放下来。下方这里这一片缺口的位置打开，里边插扣的地方，然后这个小方块的位置啊是有一个滑道拉伸的，捏着点根部。顺着这里揪，第一次变形这个位置会有一些紧，把它拉松掉，然后一个 Z 字折叠折到前方来。下方的这一片脱开之后，顺着这个位置旋转一下，腾出空间。接着这块啊有点绕，就是把它背到后边的同时要旋转180度，我们要避让一下这些角度，边转边往后放，就拧过来了。接着把这一块腾出来，再回归。肩膀的这个位置呢，中间的连接杆的地方，我们把它旋转过来，可以看到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凸点，转轴下方这里有一个卡孔，把它定住，90度的地方锁一下。锁好了之后，再通过这个双关节根部的运作，把它斜着插到这个口里面去，锁上。其实第一次变形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绕啊，理解完了以后还是挺好变的。依旧这块板子我们已经松脱开了，拆这一块的时候记得捏一下下方的三角区，让前面的这个盖子翘起来。这个边缘起来以后，里边的倒钩也就脱开了。哎，就可以很好的脱下来了。然后我们把这块盖子侧面的锁边位置给它打开，顺着这里边翘出来，旋转一下，挪到这面来。胳膊顺着里边双段齿轮关节给它翻出来，拳头抠着里边转180度，然后手背儿再转过来，指头掰开，根部的这片引擎提起来，旋转到外侧，在不挡着的情况下，把中间的这一片翻转过来，手臂的背泡，然后继续往过拧，
这一块的双段关节顺着根部的这个合金轴提起来，2个档，把这一块锁上。带有窟窿的这个轴，我们把根部的球形关节拧一下，转过来之后，侧面的这个扣子给它插进去，然后旋转回来，这边的插扣固定。继续拆开手臂侧方横着这2处的扣子，打开以后，胳膊整个的绕到后面去，腾出空间，垂直尾翼180度翻转下来，打开这2个燕尾锁襟翼的部分，旋转90度，转横过来再归位，下方这里扣子拆松，然后把这一个方块的位置滑道拉出来，解锁。全部解锁开以后，双段关节往前折，折出来这个夹角缝隙，把它转一下，腾出空间来，边旋转边往后翻，边拧180度，边把这个轴挪到后面去，再把前方的这一块归位。胳膊的转轴上边这里捏着不要动啊，下方的这个转轴旋转过来，根部定好位置以后，顺着这个扣子折叠，把它插上，夹住。全部准备工作现在就算完成了。我们来结合翅膀的部位，顺着根部的这一块关节继续往后翻转，挪到这个角度。接着上方这里啊，又有一个90度的往下折叠，跟这个翅膀的边缘再往下翻转，整个等于绕了一大圈儿。哎，把它拧过来，拆开，好。放下来之后，上半个身体我们刚才变完的这个模块，顺着这90度关节往下放。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必须得转到最前面，再用2个合金零件锁住。这个时候插到腰部中间的这个窟窿里去，往下压，锁上。腰部中心结合好之后，把它立起来。注意看翅膀的根部，这里会出现2个小挂钩，我们顺着这个关节往后转，把它跟背包这里挂上去。锁住它，再看另外一侧，往后挪，插进去，再往前顶，滑过来，完全的挂住，锁上。肩膀侧面的结合，这一片刚才折过来的三角区根部有一个插扣，我们先跟前方这里结合，固定一下，插上，再把这一块往下转，折过来。转到底，在这里根部就会出现一个插桩，透过这个洞。如果你发现这里没有变到位呢，这个洞是对不上的。变到位以后，直接捏一下，手指捏着这2个边缘，把它一夹，就顺着这里扣上了。另一侧再来看，把这一块90度翻下来，这里边的2个扣子搭上，插住，然后这个手指垫在这儿，另一个手指捏着这个夹角往下放。放下来以后，对准里边的插孔结合，把它锁上。方向舵呢，双关节对折，我们把它叠起来，整理一下肩膀的关节，拧到正确的角度上。最后武器的变形，从中间卸下来的地方，双关节把这一块折叠，有扣子把它钉上。上方的刀刃拆开下边的扣子，中间的合金零件关节对折展开，然后握把的部位往下折叠，腾开角度，旋转90度，中间这里2个扣子把它插上，前方的刀刃再旋转90度，把这里偏好。那么好，这款乾坤也是经历了非常多的变形步骤，我们就终于把它搞定了。人形的样子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我个人感觉是比之前的那一款逍遥的人形修得更加的漂亮。相对来说，四肢的变形结构还算好理解啊，中间的这一块身体部位，仅凭一个鸡头变形出来的这么复杂的层次罗列，
这个才是最难操作的过程，而且给的空间并不是很宽裕，把玩起来空间需要避让的地方还是有点多的。头雕非常漂亮，而且里边已经预置了电池，拿出来这个自带的导弹，里边磁吸的开关就可以点亮第一档蓝色常亮，第二档是呼吸灯，瞬间就灵气十足。第三档是红灯，开启战斗模式。最后关闭。太趣系列的玩具最大特色就是能把一个真实的飞机的零件全部拆分下来，然后又以很科幻、很合理的方式组合在机器人的身上，让你每一个零件都在变形、都在动。在这个过程中啊，当然有一些朋友们会觉得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复杂了，但也不乏有一些朋友们会更享受这种像是真实的科幻载具。它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科幻的这种合理性，每一个零件的分布啊，尤其最后安装到机器人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现实中如果有一个这样可以变成机器人的飞机的话，它就应该是这样去设计的。所以这也是这设计师黑苹果的一大特色，整个的一个翅膀的罗列层次也是非常漂亮的，并不会显得很累赘。机头驾驶舱的部位也背在了背包，看起来也是很有那种武生扎大靠的那种味道吧。包括前方的这一块长长的裙甲，也和星剧里边的那个大武生行头如出一辙。这里边倒是也有一些可以活动的关节。小腿这一块的变形是让人很意外的。一开始在拆分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小腿组装的这些零件全部都是小细条、小框架。你会担心这一块组装起来会不会一下就散掉啊？但最后呢，一层一层的锁定下来，其实这个小腿还是比较丰满的，而且稳定性还可以。脚丫子的造型这回也比之前的那一款要做得更大一些，看起来更加的厚实。也因为是测试件的关系，胯部这一块的齿轮关节，个人感觉不是太紧。虽然齿轮定位的感觉咯噔咯噔的，但是毕竟玩具还是挺重的，站立起来如果说稍微夸张一点的造型是十分容易劈胯的。这个在大货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这里稍微修改一下。另外呢，之前也是看过一些科普啊，像丁修的这种大尺寸的唐刀，这个手要反手去握，这样会更好的拔刀和发力。所以随便摆一个这样的姿势，这一款也是非常帅的。练完以后，人形高度到头顶在26公分左右。我是不是在飞机形态下忘了测量尺寸了？这个等咱们逆变的时候再说吧。跟1:60的铁飞机摆在一起，看起来稍微要高一点点。毕竟19系其实个头不算太大，换成29系和31系，感觉就差不太多了。可动方面，左右旋转有一定幅度，但是无法做到360啊，后边这里会被卡一点点。点头抬头，球形关节有一点点范围。肩膀这里是齿轮关节，平举能抬到很大幅度。360度旋转的话，上面的这块造型会被干涉一些啊，也都是齿轮，很清脆。左右平转，这里是变形的需要。胳膊肘两段齿轮关节，曲臂。折起来肘关节也在130-140度，手腕左右可以旋转，全指可动手，但是每一个指节只有2段关节。腰部左右旋转，齿轮关节范围还可以吧。弯腰的话，从后边这里看，其实能稍微的弯一点点。前踢齿轮关节踢平没有问题，后踢也可以踢平，不会干涉。侧踢变形的需要，齿轮关节也可以抬到90度。大腿没有左右旋转，旋转的位置在膝盖上方这里，膝盖可以折叠到90度，并且前方这里的液压杆还有膝盖甲的联动效果，在变形的过程中都是可以真实实现的。脚踝左右接地，有一定的范围，前后也有活动的空间，而且把中间的这块撅起来，这个造型是真的屌啊！那总结一下吧，整体来说做工用料啊，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太趣的工艺水准是完全信得过的。变形难度方面，这一款在我这里也可以评价为挑战级了。
非常非常多的零件，非常非常多的变形步骤，而且你在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调整以及挪动其他干扰的空间，所以这一款在变形过程中的容错率给的是并不高的，玩起来还得平铺开，它也是一个大开大合式的设计。尤其零件众多，你需要变完了这块以后，再想着另一块的一个余让的空间，这是这一款最大的难点。但是我也是自己研究了一个变形的顺序啊，大家看着我的视频来，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尤其你第一次上手的时候，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还有需要脱出卡扣的一些方式方法，尽量的能给大家做一些参考吧。可以说，黑苹果把自己的设计风格和一些独特的想法，在这一款乾坤上边体现得淋漓尽致，很有黑苹果个人特色的一种风格。也确实，这一款并不是说你简简单单几分钟就能把它搞定的一个形态，需要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把每一个扣子扣合到位。但当你做完这一切之后，变成的人形效果无比的帅，变成的飞机形态，就那个机的腹部，就冲那个底盘，就已经让你会觉得很满足了。密合的严丝合缝，这些都会让强迫症玩家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爽点。而当你把这些都做完了之后，成就感也是会呈指数型的倍增。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变形简单流畅的玩家来说，这一款绝对是你玩一次之后不想再碰第二次的产品。需要记的东西太多了，你得背下来它所有的顺序，还有所有的变形结构和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个确实会很伤神。但也正是有了这些形形色色的设计，才让变形玩具尤其原创 IP 这些风格越来越多样化。这款产品好吗？确实很好，无论是做工、涂装、造型，两个形态，包括它转换过程中一些零件的奇思妙想的转换，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它不适合把玩，还是在视频开头说的那句话，这才是一款正版玩具应该有的素质。699块的预定价格，其实如果说按零件、按它的做工，包括它整体的一个产品素质来说，放在如今的魔玩圈里边，其实真不贵啊，这个售价真的非常良心了。你但凡换一个日本、美国，不管哪个公司吧，万代也好 ，TT 也好，就做到这种程度，它的价格绝对会2到3倍的往上翻。所以这一款就是这样了，优点特别明显，缺点也很突出，不适合把玩，新手玩家玩起来以后有一定的上手难度。那么得嘞，太趣的这一款乾坤就是这样了，大家觉得这个设计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